今天呢，我想要来改造我们家一个房间。目前的话呢，就是它是空着的。以后我想要做成我的办公室。首先呢，我想要先来改造衣柜的部分，因为这个房间位于2楼。之前的屋主呢，因为2楼冷气不够凉，他就装了一个通风管，就是冷气的排风管到2楼去。那他走的就是去这个衣柜里面的部分。的确，冷气会比较凉一点，但是呢，就2楼的衣柜就会变得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利用。后来就稍微做了一些小改造，把排风管的前面跟侧边都各建了一道墙封起来，这样子。那想说之后柜子才比较好做利用，不然的话一个管子裸露在那边，不仅不美观，而且还不好使用。目前现阶段是我们已经把它封起来了，那接下来我就是要做这个衣柜的改造部分。目前呢，我是先想用我们家现有的一些板材来做废物利用。首先有一些是从衣柜里面拆下来的隔板，还有一些我之前做的一些工程剩下来的一些比较细的木条，打算用这些材料先去把整个主架构做出来。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现在的想法是在这边做一些层架，这边可以放一个东东板，或者是一些挂钩，可以收纳一些小东西这样子。这样的话，这一小块跟这个衣柜就可以完整被利用到。首先就先来量它的 stop 在哪里，就是用这个去找里面可以支撑的沉重的柱子在哪里。OK， 我已经把所有 stop 的位置都贴出来了，所以这边有3只 stub， 这一面墙有1只 stub， 然后我们自己做的这面墙有2只 stub，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我一开始没有想太多就做这面墙，但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柜子是不要那么深，我想要大概1半左右的深度就可以了。在这边就有一个 stub 可以锁，那我就觉得 OK， 这边可以这样子做。但是我们自己做这边呢，我就只有做前面跟后面2个 stub， 但中间就没有一个 stub 可以锁，就变成是我要直接锁在这个 drywall 上，就石灰板上面的话，就它的承重力可能会有点不太够。所以现在问题点这样。然后我发现他们之前的这个墙它都没有做横的，我以为就是美国这种墙都会有做一些横的柱子可以锁，但发现其实都没有，就只有直的而已。那我们自己的话，我是有加2条横的，但是就好像也不太够，因为我不想要只有2个层板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多想，在做这个墙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封上去了。没有做更后续的规划，就是这个衣柜之后要长什么样子，这可能是我的失误之一。但是好，那现在就是在想要怎么解决。这边的支撑条我还是会做到底，这边这一面墙的支撑条做到底，因为我还是要锁在这个比较出来的这个 stub 上面，就变成锁里面锁外面。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比较正常一点，就是直接锁在中间这一只跟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吧。我稍微做了一下笔记，所以这边左边我是12寸的支撑条，右边是22寸，那平的话就是30.5寸，那就去切割吧。那个层板的部分，还有这里有一些1×2的木条，就可以来做那个支撑。这边还有一些小只的木条可以来
来施作，就废物利用一下。OK， 看起来很刚好。现在支撑架做好了以后，接下来我要裁切上面的层板。那同时我下面也有一根竖着的层板也要同时裁切，然后2个板子就可以一起安装。我也没有想到之前做楼梯的时候买来测量的一个工具，居然还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可能就是这种木造房子都是平的，应该是没有一面墙是平的，所以为了裁切到最准确的角度，我觉得还是用这种做楼梯的时候使用的这种测量工具，稍微量一下它的角度，再去做裁切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大概目前就长这个样子。来啊！
所以假设这是2楼的柜子的平台，我打算锁了这一个直的层板在这个层板上面。那我要量这边的距离。也留了一个空间给我这个推拉的小柜子，刚好。这个左半面的空间我预计要隔成3格，就变成我中间还要做2个层板。目前看起来是刚刚好，那我就继续做下去咯。剩下的层板宽度有点不太够，所以我打算用这个之前工程剩下来的 plywood 去裁出我要的那个层板部分。
层板都放上去了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丑，就是我想要在前面再做一个挡板的部分，把后面的结构遮起来，不要让人家一眼就看到，所以这是临时突然想要加的一个项目。但是因为这边呢，就是我为了要钉到最外面的柱子上面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凸出来的一个结构。所以我前面要做挡板的话，势必得切一个小角出来，这样子我才可以挡这一面就好了。前面的挡板的部分，我打算用之前装修的时候剩料，一样是剩料，我剩了很多料，就是这个之前我是用来做楼梯的，就是也是踢脚线，反正就是旁边装饰墙的部分，就有留这样子一条被我切割过的这个踢脚板的一部分。想说，这个宽度、长度都挺合适的，就可以把它裁切下来做衣柜的挡板。那就开始咯。好像是一个挺刚好的状态。OK， 那我其他几个就是照这个方式去做。目前呢，层板都钉好了，前面的装饰条也都钉好了。但是其实我也才切了2块前板给这2个位置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好像原本就没有很有余裕的空间，加上这2个前板能够放的东西有点太少了，所以可能下面就不装了，我就只有把这边油漆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的主架构都已经做完了，整个层板还有面板的部分，接下来我要稍微再把它们打磨得更细致一点，比较不会刮手。把这些钉子孔稍微用填缝剂填补一下。好的，我已经把所有的缝都补好了，在荧幕上可能看不太出来，就是这些比较大一点的缝，还有钉子孔啊，我都稍微做了填补。现在就是要等它干，然后再用砂纸轻轻的把多的部分打磨掉。
个阶段，油漆，为了避免我的衣服弄脏，我穿这个围裙。然后通常油漆这个阶段呢，会花比较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就会戴着耳机，然后慢慢的刷，把那个每一个细节都刷好。油漆的部分，墙面我使用之前用剩的墙面漆，颜色是贝尔的 Swiss Coffee Flat。然后柜体本身，我想使用是一样是贝尔的 Swiss Coffee， 但是 Semi Gloss 的反光度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清洁一点。先开一个油漆，以后都需要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，这样颜色才不会，就是有一些色差的部分。终于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完成这次的衣柜改造，这是我改造这个房间成为我办公室的系列之一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